嗨，我是小迷。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是关西的红叶季，但是最热门的清水寺、岚山都超级多人，所以这次我就去了京都的隐藏版赏枫景点圆光庵和长照寺。我们在中午的时候抵达圆光庵，但是因为我还有点想睡觉，所以我就查到了圆光庵附近有一间评价好的咖啡店，决定在赏枫之前先去喝杯咖啡。有一个人脸哎，对啊，好可爱啊，好可爱，是老板本人吧？对啊，老板本人啊。这间咖啡店叫洒落夏拉克。进去之后看到里面的摆设还有音乐装潢，就觉得哇，这个老板的品味真的太好了。店内很小，只有一排的吧台座位，我们可以看到老板泡茶煮咖啡的样子。我看网络上很多人都说中午的意大利面非常好吃，我就看到隔壁的阿姨正在吃那个意大利面套餐，哇，看起来真的很棒，但是我们到的时候已经超过午餐时间，不然我真的想点一份试试看。我妈点了一杯红茶，老板就非常讲究的表演了一连串的专业泡红茶，帮她戴帽子，这样子保温，它温度才不会跑掉。真假的呀？这么讲究？这么费心的泡一杯茶，真的有比较好喝吗？有。超级好喝，茶叶很香，没有一丝苦涩。就是讲究，这茶跟咖啡是一样的，其实都很讲究，就是要抓好温度的时间，才不会有那种涩味。对，还是有它的香气。对，没错。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爷爷泡的茶是真的香，再加上奶精和糖，连我这个天天喝奶茶的台湾人都给他10分满分。圆光庵的寺院本堂内最著名的就是2扇并列的窗户，这2扇窗看出去是同一个庭园，却有着不同的寓意。首先是这扇4方形的迷惘之窗，这4个角象征着生老病死，还有生活里那些放不下的执着和烦恼，都被框在这个方正的世界里。那旁边这扇圆形的叫做顿悟之窗，圆代表了禅的境界、智慧，象征着我们除去执念之后大彻大悟，心也跟着圆满的状态。这里也是京都著名的赏枫景点，秋天时窗框内的红叶景色如画一般。几乎所有的游客都去窗框前排队拍照。如果这只是一扇普通的窗，大概不会有人为此停留。大家拍下的不只是窗，而是这个窗背后的故事，前人留下的思想。人类总是喜欢赋予物质意义。这个窗就只是一扇窗，红叶也不过是大自然代谢的一部分，但正因为有人欣赏，红叶就成了一首诗，成为了他人生活美好的一部分。人们来到这里，在这样的美景之下，激发出的感受和思想，
这种人类独有的感受力，才是这个景点最美的部分。で、まず正面の本堂の中で10分ぐらいのお寺の説明のビデオがあって分かりやすいのと、こちらまっすぐ行った奥の方にお抹茶席があるので、その券出していただくとお抹茶好きなタイミングでいただけますので、ゆっくり回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ゆっくりどうぞ。もう一ついいですか？ごめんなさい、写真撮ったはず。どうぞ，请放。来我也。妈妈帮你弄。你说这一条要台币5000哦5980，那就是6000哎。对啊，这条怎么这么贵？因为他说这是什么 cashmere 的，所以会很贵。然后它有两边可以选，这边有花色，这边没有，这样，所以很暖，而且很轻哎。对，很轻，哎，很棒哎。对啊，可以借我一条？可以。谢谢妈，拿去吧，你再拿回台湾给我，我明天就回去了。感谢感谢感谢。一整天下来，看着漫天铺地的红叶，我在想，大家特地跑来赏枫，真的是因为觉得枫叶的红色特别美吗？如果这个世界的叶子本来全都是红色的，只有在特定的季节才会变成绿色，那大家会不会反而觉得绿叶比较美呢？说穿了，可能只是因为红叶比较稀有吧，因为少见，所以觉得珍贵；因为会消失，所以才会怀念。得不到的总是最好，而轻易握在手里的，我们往往就不懂珍惜了。冷たいお蕎麦と温かいお蕎麦選べます。冷たいので。以上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お願いします。在旅途中，你是喜欢挖掘新餐厅，还是喜欢重复吃同一间爱店呢？这间有喜屋，我算一算，大概吃了至少10几次吧。每次来京都都要吃一遍，并不是说它的味道多么惊艳。反而正是那份朴实道地的荞麦面，总能让我有种回到家的感觉。说个题外话，我大概8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很喜欢吃荞麦面，所以小时候我都会跑去全家买冷荞麦面吃。你觉得我上辈子有没有可能是日本人啊？总之，真心推荐有喜屋的荞麦面和炸天妇罗。